夜市不仅是台湾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许多外国观光客心中的必去景点。那近年来呢，媒体却纷纷报道说台湾夜市要没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夜市吧。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根据报道呢，全台湾现在有大约300座夜市，超过2/3的乡镇里面都至少有一座夜市，密集程度之高，就连 CNN 都报道说，台湾无人能及的事情之一就是遍布全台的夜市。而这夜市呢，不仅是当地人日常觅食游玩的去处，也是台湾一大旅游特色。根据交通部的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近10几年来，夜市几乎每一年都是观光客最常去景点的第一名。但是近年来却有不少的新闻指出，包含了士林、逢甲等等，台湾有许多座知名的夜市好像都在没落当中。不仅人潮不如以往，营业额下滑，甚至还出现了店家的倒闭潮。那么今天呢，就来聊聊台湾夜市真的在没落吗？夜市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又该怎么样改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吗？空气污染不仅是一大过敏源更是一级致癌物。尤其家里坪数大又有毛小孩的话，想要有效率的清净全家空气真的很难。如果你在为没有够强的空气清净机烦恼，就不要错过美国百年品牌 Honeywell 的旗舰空气清净机太空机 X1000。它承继了 Honeywell 的专业技术，有业界最高规格的清净效率，最大使用范围高达了44平。超强力5重过滤系统不仅能够过滤 PM0.3， 更搭载了专利 HiSip 分子筛技术，能够有效的吸附分解甲醛。此外，隐藏式的 UVC 紫外线杀菌灯还能够消灭常见的7大有害病菌，就像在家放一艘精密的太空梭一样。现在嘖上面还有限时限量超早鸟优惠，点击资讯栏了解更多优惠资讯，呼吸清净空气吧。近5、6年来，新闻媒体上面时不时会出现台湾夜市走下坡的报道，尤其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更传出不少观光夜市人潮收入锐减，甚至呢，在疫情趋缓之后，很多的夜市也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比如报道就指出，士林夜市在疫情前摊商加店面的数量呢有2700多家，但经过疫情洗礼之后，2022年就只下2400多家了，而且夜市的平均营收还跌了7、8成。其他不少知名夜市呢也有类似的状况，比如逢甲夜市在2010年左右，每年的到访人次都超过1100万，但到了2022年就只剩下556万了。2023年疫情解封之后呢，大概也只回升到了800多万人次，跟之前比还是有一段的落差。有分析表示，虽然这些案例多半是大型观光夜市，不完全能够代表全台湾的所有夜市，但多少还是能够反映出许多以往非常热门的夜市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有所下滑。那这夜市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不爱逛了呢？有分析提到，台湾许多夜市之所以面临困境，不只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冲击，也跟长期以来的形象有关。Line Today 的一份调查呢就显示，网友认为夜市会没落，第一名原因呢是商品同质性太高，没有特色；第二则是商品售价呢高于实际的价值。那网络上面也常常看到网友批评台湾各大夜市都卖差不多东西，而且还越卖越贵，甚至呢还有摊贩呢会开高价坑伤顾客。另外夜市的卫生管理呢也备受质疑。之前就有情侣到高雄这个南华夜市用餐，就感染沙门氏菌，造成肠胃炎。而在网络论坛社群平台上面，有很多人会分享在夜市里面的餐厅或者小吃摊看到蟑螂乱窜的经验。最后有人批评夜市会造成严重的噪音油烟、交通等等问题，造成市容混乱，也对邻近的居民带来很大的困扰。像师大夜市附近的居民呢，就曾经多次抗议，要求摊商搬迁。这状况呢，长久下来，可能就会让一些人对夜市的感受越来越差，觉得夜市又贵又乱又脏。那这种种的夜市乱象又是怎么样出现的呢？有学者认为，夜市乱象在很早之前就埋下了。一般认为呢，在台湾拥有至少200年历史的夜市，是汉人移民来台之后，从流动摊贩文化渐渐发展出来的。那因为这个样子，夜市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完善的管理或规划，而且早期的政府呢，也没有积极的介入管理。从日治时期到国民党来台之后，虽然政府都有陆续的针对摊贩建立一些法规制度，但多半呢只是把摊贩当作破坏环境秩序的存在，从管控限制的角度出发，而没有做更通盘更长期的规划。
在缺乏有效管理规划的状况之下，随着夜市从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乱象也同步的出现。比如随着交通建设渐渐完善，更多人呢开始把器材放在这个车上到处摆摊，让台湾呢出现了很多违法的流动夜市，更进一步的造成了管理上面的困难。那虽然在80年代末期呢，政府开始以观光夜市的概念辅导夜市发展，让夜市渐渐的成为台湾的一大观光资源，但观光客的涌现反而让部分的夜市出现了更多的弊端。士林老街商圈繁荣促进会理事长就表示，士林夜市起初的客群是学生、当地人，很注重经营回头客，所以会顾好商品的品质，价格也比较合理。但在观光客涌入之后呢，部分的业者心态开始产生偏差，把顾客的消费当成一次性的，再加上店租摊位高涨的压力，就使得不少的业者为了赚快钱不顾品质，甚至哄抬价格坑杀游客，导致整个夜市的形象都变得很差。那针对这些状况，政府又为什么没能够解决呢？有研究指出，由于过去政府没有提出通盘的规划，而是把交通卫生等的问题分开来个别处理，所以导致现在夜市的相关法规四散，也造成了管理单位复杂不明确的问题。而这些权责分配混乱状况呢，又使得夜市的各种问题往往是分头处理，很难一并的诊断。比如夜市的食安卫生，通常呢是由这个卫生单位负责。但如果要整顿环境来改善卫生状况，比如市场的这个环境翻修呢，就会是经济发展单位负责。如果更大规模的改建，还会牵涉到都发单位，甚至小规模的这个污水管线维护，还是国营的自来水公司负责。那除了主管机关不明确之外呢，有学者表示现在公权力要管理夜市，也面临了不少的两难。比如这个商品价格或是没有特色等等问题，因为政府不能够过度的干涉市场自由贸易，所以除非是骗钱等等的明确违法状况，否则也不太容易直接的介入处理。另外，环境吵杂阻碍交通的问题，主要是来自于违法摆摊。那警方虽然能够依法取缔这些摊商，却很难真的一次禁绝。士林分局呢就曾经明白的表示过，不可能真的把摊贩呢都赶走，因为有不少的摊商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弱势。那如果严格取缔所有的违法摊商，就可能会使得一些人走投无路，被逼的犯罪谋生，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但是除了被动的管制之外近年来其实从政府到民间也都有试图以其他的方式去推动夜市转型。近20年来呢，中央地方政府曾经推出过各种政策工具，试图要解决夜市乱象。比如针对环境卫生问题，提出仿效新加坡的热食中心，把夜市室内化，或是透过环保评鉴，希望借此减少垃圾乱丢的状况。另外，经济部也曾经推出乐活名摊星级评鉴，来鼓励有特色的摊位以及夜市。但遗憾的是，政府的这些措施几乎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甚至有的还起到了反效果。比如士林还有圆环夜市，就都在这个室内化之后丧失了大量的人潮。不过还是有夜市靠自制的方式成功转型，比如近年在各大夜市人气票选当中多次登上前3名的宁夏夜市。报道指出，宁夏夜市其实在20多年前呢，也是因为这个脏乱的问题，引发了邻近居民的抗议，要求摊贩搬走。后来摊贩呢就自主协会去跟居民协调，并且积极的推动转型。透过协会对内的统一规范，现在宁夏夜市里面的摊贩呢，不仅都有合法的营业许可、固定的摆摊位置，也都必须要公开的标示价格，避免坑杀顾客。此外，宁夏夜市呢也是全台湾最早推动垃圾减量跟禁烟的夜市，甚至也是最早采用行动支付的。那有业者就表示，他们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是因为摊商们之间很有高的共识，也很有凝聚力，所以可以一起订定出各种的规范，推动各种措施。甚至到现在呢，他们每周都还会固定开会，互相提想法，以企业化的方式共同来经营这个夜市。这几年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夜市没落的状况，经过夜市的时候呢，偶尔也会觉得人似乎比以前少，但也不确定有没有到没落的程度。所以我们就很想来研究看看台湾的夜市是不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危机。可惜的是台湾夜市的相关资料蛮不齐全的，尤其还有很多的摊贩是没有合法登记，甚至整座夜市都不合法的状况也很多。所以目前呢也很难得知整个夜市产业的景气。不过光是找资料碰壁这件事情呢，就能够反映出台湾夜市管理上面还是有非常大的问题。那在缺乏这个完善的管理的情况之下，像夜市这么庞大又复杂的经济体也难免呢会产生各种问题跟乱象。不过我们在整理完这些资料之后呢，觉得夜市的发展跟政府的管理有的时候蛮矛盾的。比如政府推动夜市室内化，本意上面呢是想要方便统一管理，维护环境跟秩序，但这却让很多人觉得夜市变得不像夜市了，也导致来访的人潮大跌。
那有人类学者指出，夜市那种很有机、很有生命力的状态，或者说那种乱中有序又热闹的感觉，可能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由上而下的统一管理，反而可能会让夜市变调，减损人们逛夜市的乐趣。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让夜市自治管理可能是比较理想的做法。但其实现在很多夜市都有自治会，只是根本没有发挥多少的作用。要么呢，很多的摊商根本没有入会；要么一个夜市有3-4个自治会，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共识，凝聚力呢也就很难真的推动改革。只能说，在没有公权力的情况之下，要让摊商们呢都有改革的自觉，还要避免利益纠纷，凝聚出共识，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比较乐观来看呢，也有学者认为今年这个夜市遇到的瓶颈，或许会成为摊贩们的动力，让他们更积极的推动转型吧。好的，那最后就想来问大家，你觉得现在台湾夜市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无聊，感觉每家夜市吃的喝的玩的都长得差不多啊。B 东西卖太贵还可能被骗钱，还不如去百货公司。D 卫生环境问题吧，觉得大部分的夜市都还是很脏乱。D 逛对夜市就没有问题不能够用特定的案例否定全部的台湾夜市啦。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夜市的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夜市游戏以及台湾国旅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